好學貓。嗨，歡迎回到不樹高閣，我是哈希。今天我們來講的這本書叫《低能量人有效休息指南》。很多人惋惜，也有很多人後怕，因為在當下呢，可能有越來越多的人都感覺自己是處於一種疲憊的狀態裡面，可能不會像一些需要每天直播的人一樣作息那麼極端，但是也有很多人是處於那種長期睡不夠，要靠咖啡撐着，然後周末補覺，周一再繼續這樣一個不斷輪迴的狀態裡。我想我們身邊可能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人，或者是我們自己現在的狀態就有一點類似這樣。還有很多時候呢，你可能會覺得我們在經過了一些假期之後，雖然感覺假期呢也是一直在宅着呀、躺着呀，但是周一早上醒來也並沒有覺得滿血復活了。還有的時候呢，你平時在學習工作的時候，可能會總覺得提不起勁兒。那這些其實就有一點類似這本書裡的書名說的低能量人的一個典型的狀態。注意，低能量人他不是懶人，也不是能力差的人，但是他們就是總覺得自己的精力好像是在一個低水位徘徊啊。學習呢，工作呢，倒也是能支撐得過去，但是就是談不上那種精力充沛旺盛的感覺，也感覺這個效率和動力都比較低。說白了就是湊合能轉，但是總不在狀態，就像是手機電量總是在20%到30%之間一樣不會關機，但是呢你用一用，使勁用一下就要沒電。那這很可能就是因為這一類人其實不擅長給自己充電，不知道怎麼有效的休息。那這本書呢，就是寫給這些人的。那這本低能量人有效休息指南的作者是個日本人，叫片野秀树確實就是日本人相當需要研究這類話題學習這方面的知識。那這個作者呢，他是一位醫學博士，長期研究疲勞與恢復，在日本被稱為休息學領域的第一人這個詞有點意思休息學，休息還需要專門研究嗎？我們不是生下來就會休息了嗎？這也能算是一門學問嗎？但其實你仔細想一想，這個邏輯還蠻說得通的，因為過去我們花了那麼多年學的都是怎麼學更多的知識，怎麼工作，怎麼提高效率，但是從來沒有人教過我們該怎麼有效休息。那休息這件事兒，我們基本上就是全靠本能在做，对吧？累了就躺一躺，困了就睡一睡，無聊了就刷一刷手機。但是呢，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們這樣到底對不對呢？有沒有更好的方式呢？那這位作者片野秀樹，他就是專門來研究這件事的人。他做過一個調查，說日本有80%的人長期處於疲勞狀態。那就咱們國家來說的話，我想即使是低於這個數字，可能也不會低太多吧。比如說大家可以看一看身邊的人，是不是其實還蠻少有人會給你那種他是高能量人的那種狀態的。那大家普遍的狀態是什麼？是可能每天早上都要擠到咖啡機前，先來一杯咖啡才能有勁兒開啟這一天，然後下班回家了之後呢，也就只想着在床上躺着刷刷手機，睡一覺，第二天繼續。但是呢，這本書告訴我們，這種典型的休息方式並不叫休息，這只是叫暫停。他打了一個比喻說，如果你把20%電量的手機關機放一個晚上，然後第二天開機，其實電量還是只有20%。你這個關機它只是停止了消耗，但是並沒有在回血充電。而我們大多數人的休息方式其實就是在關機，我們以为停下來了就是恢復，其實什麼都沒有補上。那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呢？我們真正需要的不只是休息，而是活力，也就是給我們充電。這和暫停是完全不一樣的方式。好，那麼我們現在就進入今天的第一個話題，就是停下來不等於恢復。這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個根本性的誤區。停下來你只是停止了消耗，但是呢，消耗停止不等於能量再補充。那這裡邊我們就需要解釋一下疲勞的生理機制，也就是說疲勞到底是怎麼產生的。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每時每刻都在消耗氧气，那氧气在細胞裡工作的時候呢，会產生一種叫活性氧的東西。聽着這是個好名字，但其實不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燃燒後的廢氣。那活性氧會損傷細胞，身體就需要不斷的調動資源去修復這些損傷。但是呢，修復它是需要能量的呀，這個能量叫 ATP，就是我們細胞的燃料。
那你停下來不動的時候發生了什麼？是活性氧產生，它確實少了，它耗損慢了一點，但是修復工作並沒有因為你躺着就自動加速，你的細胞不會因為你躺在沙發上就開足馬力幫你回血，躺着只是少虧而不是在充電。那怎麼才能真正的補充能量呢？這就引出了這本書最核心的一個觀點，休息不是停下來，而是換一種方式動起來。注意啊，換一種方式動起來，什麼意思呢？關鍵在這個換一種還有動起來兩個關鍵點。你看，你上班用的是腦，那你的休息就不應該是繼續用腦啊，像刷手機、看新聞、刷短視頻，這些都是在用腦，只是在換了個方向用而已。我們之前也說了，這些東西對我們大腦的刺激是很多的，這些文字、光亮、圖案都在不斷的刺激我們的大腦。其實我們大腦在刷完這些之後是很疲惫的。還有，如果你坐了一天，那你的休息也不應該是繼續坐着或者躺着，躺下來也不代表你的身体會恢復，有的時候反而更容易感覺發沉乏力。那真正的休息是什麼呢？真正的休息是換一下，是讓那些被過度使用的系統得到切換，讓那些長期閒置的系統被重新激活，這樣才能讓你感覺活力更多了，精力更充沛了。那後面呢，我们就會說到7種有效的恢復活力的方式。但是在此之前呢，我覺得書裡還有一塊內容也挺值得講的，就是疲勞的3種程度，大家可以對照一下，看自己是否對應了其中的某一種。那疲勞分成3種程度，第一種叫急性疲勞，就是正常的，因為偶爾一次特殊情況產生的累，比如偶爾運動過度了之後累，或者是偶爾加一次班熬了一次夜累啊，這種累呢，睡一覺休息幾天就能恢復，是正常的生理反應。那第二種呢叫亞急性疲勞，就是持續時間呢在1周到幾個月之間，你會發現最近這段時間總是提不起勁兒，休息了也沒有什麼用，狀態就是上不來。那這個階段就是一個警告了，就是身體在告訴你，你已經超出了正常的恢復能力範圍，需要認真調整了。那第3種叫慢性疲勞，持續超過6個月，這已經是一種需要醫療干預的狀態了，不是靠好好休息能解決的。那麼其實在現實當中呢，大多數長期覺得累的人，他們可能不會到第3種那麼嚴重，但還是會在第2種的上下徘徊，也就是亞急性的疲勞。但是他們的應對方式呢，還停留在第1種的邏輯裡，就是覺得我睡一覺緩一緩就好了，結果呢很可能是越緩越累，越累越緩，就造成一種循環的低能量狀態。那關於我們的能量高低呢，這背後還有一個生理機制值得說，就是自主神經的問題。我們的自主神經呢，分為2種，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交感神經呢，類似於油門啊，讓我們興奮、應激、保持警覺。那副交感神經呢，類似於剎車，讓我們放鬆、消化，進入恢復狀態。健康的狀態呢，應該是這2套系統它是能夠自由靈活切換的，該踩油門的時候踩油門，該踩剎車的時候踩剎車。但是在當下，其實很多人的自主神經都喪失了這種能夠靈活切換的能力，所以他這裡講到了2種很典型的失衡狀態啊，你也可以判斷一下自己平時是否屬於其中的一種。第一種是剎車失靈型，就是這類人停不下來，明明很累了，但是就是沒有辦法放鬆下來，然后不管是心態上啊，還是神經上，都感覺一直緊繃啊，躺下來也覺得腦子還在轉，一到假期呢，甚至還會焦慮，總覺得應該做點什麼。這就是交感神經長期過度激活，副交感神經被壓制的結果。還有一類是油門失靈型，那這類人是啟動困難，早上起來呢，可能就覺得累，什麼都不想做，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整個人像是一直掛着空檔一樣。這是副交感神經長期佔據主導，交感神經被壓制的結果，導致身體呢就進入了一種省電模式。那你是哪種呢？可以幫自己診斷一下啊，我還挺好診斷的，因為這2種差別還是挺明顯的。那我們前面說的那種慢性疲勞呢，它大多數是類似於第2種，也就是油門失靈型，這是低能量人最常見的一種類型。而我們後面主要會說的那些恢復活力的方法呢，也大多數是針對這種類型的。但如果你感覺自己是屬於第1種剎車失靈型，那其實一方面呢，這其實是屬於很多高能量人會有的問題，他可能這樣他
也不會覺得累，他甚至樂在其中。但是呢，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警惕說，如果你長期處於這種狀態，很可能會使你的身體可能在某一個瞬間它就垮了。所以说呢，我們還是要时不时的要改善一下你自己一直處於這種比較緊張的狀態。那如果你想改善一下的話呢，這裡也有一些方法，就是你看，本質上你的剎車副交感神經它總是被抑制，所以才會導致這個油門交感神經總是活躍。所以改善這種狀態的方法呢，就是去刺激你的剎車，也就是副交感神經，強制讓它停下來。那第一個方法呢，就是延長呼氣法。這個方法隨時隨地都能做啊，特別簡單。尤其是如果說你覺得自己某一時刻很緊張，或者是你覺得自己在睡前腦子停不下來，也很適合用這個方法。具體來說呢，就是先用鼻子慢慢吸氣，心裡大概默數4秒，把胸腔和肚子都吸滿氣，然後呢，再用嘴巴像吹一碗很熱的湯那樣，慢慢的把氣呼出去。呼氣的時間要拉長一點，數6到8秒都可以。核心要點就是呼氣的時間一定要比吸氣長，別着急，慢慢做，就這麼堅持1-2分鐘，你就能明顯的感覺到心跳沒那麼快了，眉頭也舒展開了，整個人都會平靜不少。第二個立竿見影的辦法叫冷水觸發法。要是你突然特別緊張或者心慌，或者是腦子有點亂，就試試這個，就是拿冷水可以敷在額頭或者是手腕內側，敷個10秒，或者是你用那個冷水水龍頭沖個10秒就行。這種冷刺激會觸發身體的潛水反應，直接把亢奮的交感神經壓下去，強制切換到放鬆的副交感狀態，效果來得特別快，非常神奇。那當然了，想要一直保持輕鬆的狀態呢，也不能只靠臨時的方法，還要靠日常的小習慣。可以平時多做一點溫和的運動啊，比如快走一會兒，打打太極，做做瑜伽，這些舒緩的有氧運動能慢慢的把身體的神經調得更鬆弛，長期堅持下來就不容易動不動就緊張焦慮。一會兒呢，我們也會提到說，其實這一類比較溫和的運動，它還有另外一個雙面的好處。除此之外，除了輕運動之外呢，平時呢要少喝濃茶、咖啡這類刺激性的東西，盡量保證規律的作息，不給身體添過多的負擔。那我們的副交感神經呢，就能相對的保持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好，那現在呢，我們已經說完了，如果你是這個剎車失靈型該怎麼辦？那如果你是第二種油門失靈型，我們就要進行一個更細緻的討論了，就是怎麼樣給自己加油充電。那現在呢，我們就來說7種有效給自己充電的方式。先來說最基礎的一種，睡眠。睡覺到底是在暫停還是在充電呢？這取決於你有沒有睡得對，睡得好。先來複習一下睡眠的結構。我們之前在我們為什麼要睡覺那一期的時候也講過，這裡啊，再快速的帶大家複習一下。我們的睡眠呢，不是一整塊的，它是一個循環，快速眼動睡眠和非快速眼動睡眠交替出現。那非快速眼動睡眠分3個階段，由淺到深，最深的那個階段是我們身體修復最密集的時候，生長激素大量分泌，細胞在這個時候完成修復。而快速眼動睡眠就是做夢的階段，大腦在這裡整理記憶、處理情緒。那這2種睡眠呢，缺了哪個都不行。很多人覺得睡夠了小時數就行，但如果你睡眠質量差，深睡眠不足，就算睡了8小時，可能醒來還是累的。這也是為什麼有些人覺得我明明睡了很久，但就是沒睡夠，可能不是時長不夠，而是深度不夠。那關於如何獲得高質量睡眠呢，我們在我们為什麼要睡覺那一期呢，也已經講過很多了，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再去回聽。那另外呢，如果想要讓睡眠質量更好呢，這個床品的舒適顯然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啦。好，再來說呢，對於我們白天精力充沛與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午睡。這一點我們還要再次強調一下，就是午睡千萬不要一下子就睡1-2個小時，最長不要超過1個小時。那最佳的適宜時間呢是半個小時左右，而且這半個小時是考慮到你閉上眼睛之後還會有那麼幾分鐘的入睡時間，所以其實你最佳的午睡睡着的時長是在15到20分鐘。這個長度的午睡可以顯著提升我們下午的判斷力、理解力、專注力和創造力。注意啊，是15到20分鐘，不要睡太久，因為睡太久你會進入深睡眠，那你醒來就會更迷糊，而且還可能會影響
響晚上的睡眠質量。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午睡了很長時間，起來之後反而還是覺得很累，不清醒。那如果說你想加強午睡的清醒效果呢，還有一個小技巧，就是午睡前喝一杯咖啡。注意啊，是在你闭上眼睛之前喝一杯咖啡，也就是说喝完了这杯咖啡马上就開始休息，中間不要隔時間。你會發現，如果說你在午睡前喝完一杯咖啡，你在午睡起來之後會感覺更加的神清氣爽。為什麼？因為咖啡因它大概就是需要20分鐘才開始發揮作用，那等你睡醒，這個咖啡因剛好到位，就是雙重提神，效果疊加。不過呢，還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下午3點以後才午睡，那就不要再用這個方法了啊！下午3點以後就最好不要再攝入咖啡因了。另外呢，就是如果說你中午沒睡着的話，你也不要焦慮，因為其實午睡它本質的作用是讓這個淺睡眠來清除一下我們大腦裡的腺苷啊，腺苷大家記得吧？就是會讓你覺得疲憊犯困的那個大腦物質。我們在我們為什麼要睡覺那一期裡也講過，其實你即使是閉目養神，數自己的呼吸，只要你能讓自己靜下來，你也能夠達到類似的效果，可能也會有60-70%的效果。所以你會發現，即使說你沒有睡着，你就是閉目養神休息個20分鐘，起來之後也會感覺有緩解疲勞的作用。還有一件事兒值得再囑咐一下，就是很多人會想着我周末補覺，一睡就是10幾個小時，把我平時睡眠不足的那個睡眠債給補回來。但其實並不能這樣，因為首先我們大腦清理垃圾是以1天為一個循環的，所以你到周末補覺根本沒有辦法把你過去那些天欠下的大腦垃圾債也一起清掉，反而還容易打亂了你的晝夜節律。那我們自主神經有一個工作規律，白天是交感神經主導，讓你保持活躍，晚上副交感神經主導，讓你進入恢復狀態。而這個節律一旦被打亂，你的身體就會搞不清楚現在該幹嘛，反而更容易疲勞。那所以說呢，睡眠這件事情，想要讓它給你起到充電的效果，核心不是盲目多睡，而是要睡得規律，睡得有質量，盡量在平時就保證一個規律的較為充足的睡眠，7到9小時。而且在時間上請注意，保持固定的起床時間比保持固定的入睡時間更重要，因為起床時間锚定了你的晝夜節律，你的入睡時間其實會自然跟着穩定下來。我自己也發現這一點了，就是我之前不是一直想讓自己早一點睡嘛，後來呢，我就強制自己比之前早起床了1個半小時，然後我發現我自然而然的晚上睡覺的時间也就提前了1個半小時，所以這個方法還是很管用的。你可能比如說你第一天讓你自己早起的時候會有一點痛苦，因為你可能頭1天還是睡得比較晚，第2天還得強迫自己早起，但是你經過1-2天馬上就能夠切換成早睡模式了。所以呢，也推薦想要讓自己改掉晚睡的習慣的朋友可以試一試這個方法。再來說第2種有效休息的方式，運動。但是呢，請注意，並不是所有的運動都能幫你有效的休息、有效的充電。像比如說你跑步跑很長時間，上氣不接下氣，這種其實是並不能給我們有效充電的。如果你在身體很疲憊的情況下還去長跑或者是劇烈運動，其實反而是對身體有害的。那這本書裡也說，你必須要選擇一些特定的運動方式才能充電，這也是這本書裡我覺得非常有價值的一個部分。而且他給出的運動建議也是相對比較反直覺的，就是他對於我們緩解疲勞的運動類型最建議的是低強度運動，而很多人在現實生活當中会認為低強度運動沒有什麼用。但是美國喬治亞大學做過一個實驗，把疲勞的人分成3組，第一組呢做低強度運動，比如說慢慢散步，還有一組呢是做中等強度運動，比如慢跑，還有一組呢什麼都不做，就坐着休息。結果怎麼樣呢？低強度運動的那組疲勞感降低了65%，中等強度運動的那組呢是降低了49%，而坐着不動的那一組幾乎沒有變化。所以呢，你看結論就是低強度運動它其實比中等強度運動緩解疲勞的效果要更好。當然了，只要你動起來，做中低強度的運動都會比什麼都不做要效果好。那你可能会說，那我平时那種激烈跑步是不是白跑了？当然不是，就是跑步呢，或者說快跑啊，
對於適合的人來說有他自己的健康價值或者說減重價值，但如果你的目標是消除疲勞恢復狀態，那低强度就夠了，而且更好，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不要混淆。为什么？因为机制上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生理上的，低强度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把积累在肌肉里面的代谢废物冲走，同时呢促进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分泌。多巴胺是动力感的来源，内啡肽呢则是那种能让我们在运动之后持续的感觉很舒畅的东西。那这两种物质一出来，你的疲劳感在生理上就真的降低了，不是心理作用。第二个层面是能量上的，如果你做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那你在消除疲勞的同時呢，其實本身也在製造新的肌肉疲勞和氧化應激，你的身體要同時應對兩件事，它這個淨效果呢反而不如低強度。所以呢，低強度運動是消除疲勞這件事上投入產出比最好的選項。這裡也要說到我之前給大家在短視頻裡推薦過的一項運動，就是超慢跑。就是它比慢跑還要更慢一點，所以它比慢跑的強度要更低一點，真的非常建議大家做一做這個運動，尤其是很適合低能量的人。超慢跑這個運動真的是好處非常多，因為第一，它屬於二區運動，就是那種能夠讓我們稍微有一點喘，但是還不是很累的運動，所以它既能抗衰，增強細胞活性，又能消耗脂肪，而且它消耗脂肪的速率是走路的4倍，並且呢它還不傷膝蓋，而且還能夠達到我們前面說的那種緩解疲勞的充電的效果，並且這項運動是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做的嘛，比如說你在看電視或者是等電梯的時候，就可以隨時隨地的做一會兒，做一會兒它就有一會兒的效果，它不要求你說你每天一定要連續的超慢跑個半小時，不是，它是說你比如說你這一天抽個空做個幾分鐘，再抽下一個空再跑個幾分鐘，然後加在一起有個15到20分鐘就很管用，所以非常推薦大家試一試。其實還有一個很巧的事兒，就是我在準備咱們這一期的時候，我在聽另一個播客《肥話連篇》，裡面有一期是肥姐講到她過年回家的時候，突然發現她二姨整個人的狀態都變得特別好，就是精神了很多，好像是她二姨吧，還是另一個姨，我有點記不太確切了。然後呢，她回家之後就問她媽媽這個是怎麼回事兒，她媽媽就說呢，她二姨現在每天都堅持超慢跑，大概有40分鐘到1個小時，所以整個人感覺精神了很多。哎，這個是不是也能從側面證明這個超慢跑的好處？好，那這一趴呢，我們說的是運動。這裡呢，其實還有一個很多人沒想到的點，就是運動它對於心理疲勞的效果，其實比對於身體疲勞的緩解效果更加的顯著。那很多人下班回來之後會說很累，不想動。那這個累呢，大多數時候其實是心理疲勞，就是大腦呢持續高負荷運轉了一天，情緒積壓，注意力耗竭。那在這種狀態下呢，躺着刷手機不會讓你恢復，因為你的大腦還在持續的被動的接受信息，消耗並沒有停。所以呢，我們之前也說了啊，你這個時候要有效休息呢，就得讓你的這個系統切換一下，做一些讓你的大腦停下來，但是身體動起來的事情。比如說出去走20分鐘，或者是慢跑20分鐘，身體動起來，注意力轉移到外部環境，那大腦那個一直在轉的齒輪才真正有機會慢下來。接下來我們再來說第3種充電方式，主題是營養。那這一種呢，我們多說幾句，因為很多人在這件事上有明顯的誤區。那剛才我們說了，疲勞的本質是細胞損傷和能量消耗。那修復細胞、補充能量都需要一種叫 ATP 的物質，這是細胞的燃料。那麼我們先來說一下這本書裡的觀點啊。這本書裡它寫的是 ATP 的生產依賴3種原料：脂肪、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缺了哪一樣 ，ATP 的生產效率都會下降，你的恢復速度也會跟着變慢。那作者片也在這本書裡尤其提出了對於低碳水飲食方式的看法，說這種飲食方式在疲勞上是有代價的，因為碳水化合物是 ATP 生產鏈條裡最直接的原料，長期低碳水的狀態下，你的細胞能量生產會受限，疲勞恢復的速度會比正常飲食的人慢。但是呢，關於這件事情我也做了比較深入的一個研究，在這裡呢也要把一些前沿的研究成果跟大家
說一說，大家就是兼聽兼明嘛。首先就是咱们说的 ATP， 它類似於我們體細胞裡唯一能直接用的那個能量現金啊，就是不管你吃的米飯啊、肉啊還是油脂啊，最終它都要兌換成這個現金，然後細胞才能拿它來幹活，完成日常的損傷修復。那造這個能量現金的身體發電廠到底挑不挑燃料呢？咱們客觀來說，這個三大宏量營養素它都能作為原料生成 ATP， 只是它們供能的路徑、適配的場景不一樣。那這裡要先說一個全球營養學界的共識啊，但它也是一個可能會讓很多人覺得反常識的共識，就是碳水化合物其實並不是人體的必需營養素。什麼叫必需營養素？就是咱們身體自己合成不了，必須要從食物裡獲取的東西，比如說脂肪裡的必需脂肪酸，蛋白質裡的必需氨基酸，那缺了這些，我們身體的正常運作一定會出問題。但是碳水不一樣，咱們的肝臟有一個非常成熟的功能，叫做糖異生，就是哪怕你不吃外來的碳水，它也能利用蛋白質和脂肪分解的產物，合成身體必需的那一點點葡萄糖，來滿足紅細胞這類只能靠葡萄糖功能的細胞的需求。但是我必須先跟大家劃清一個重點，就是碳水化合物雖然說不是必須，並不代表它不好，更不代表我們就不要吃它了，只是說從生理機制上，我們的身體並不是缺了碳水就造不出足夠的 ATP， 就沒法好好恢復。就是原書內容裡這個絕對化的表述其實是不太準確的。咱們再來說，還有一句半對半錯的話，就是碳水是 ATP 生產鏈條裡最直接的原料。這句話本身是對的，就是碳水分解成葡萄糖之後，能最快的進入供能的路徑，短時間內快速生成 ATP。比如說你做衝刺跑或者大重量力量訓練這種短時間高強度的運動，那碳水供能的優勢非常明顯。但是這句話的問題在於是偷換概念了，它把最直接偷換成了最高效、最必須。那這就像你在趕時間的時候，你打車肯定是最快的，但你不能說你不打車就到不了目的地，你坐地鐵自駕也能到，甚至呢它更適合長途出行。那對於咱們絕大多數普通人來說呢，日常就是通勤、坐辦公室，偶爾做中等強度的運動，身體需要的是穩定持續的功能。那這個時候脂肪分解的脂肪酸酮體也能很好的承擔這個工作，還能避免高碳水飲食帶來的血糖過山車，減少餐後犯困、經歷斷崖式下跌的情況。當然呢，這裡其實就是想說，大家不要因為書裡說的這句話，所以就說那我碳水吃的越多，那我不就精力越充足嗎？並不是這樣的，也不是說要讓大家就低碳水飲食。我們最健康的飲食方式，當然是要各類食物均衡攝入的，並且我們也要控制碳水的大量攝入。比如說像211飲食法，它就很理想，就是每頓飯你把你的餐盤大概分成4個格子，其中2個格子是青菜，然後1個格子是蛋白質類，就是肉類，還有1個格子是主食類。然後這個主食呢，最好是粗糧細糧搭配的，你這樣吃呢，肯定是很健康的。我們這裡呢，只是來補充一下關於書裡這段內容的一些更多的研究，希望大家不要因為書裡這個表述就覺得我們平時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吃碳水了。而且再來說，如果你因為某一些需要切換到低碳水飲食一段時間，那你在低碳水飲食的前1-2周確實可能會出現乏力、沒精神、運動狀態下降的情況，但這並不是你的身體造不出 ATP 了，而是你的身體可能已經習慣了過去幾十年以碳水為主要燃料的模式，現在要切換到以脂肪為主要燃料，它需要一個適應過程。同時這個階段胰島素水平下降，你的身體會排出多餘的水分和鈉鉀鎂這些電解質，那只要你及時補夠電解質，這種不適感絕大多數人會在半個月到1個月內就會完全消失。那適應之後呢，其實目前大量的發表在一些比如說美國臨床營養學雜誌、運動醫學這些頂級學術期刊的研究都證實，對於日常活動量的普通人群，在完成代謝適應之後，低碳水人群的日常精力、運動後的疲勞恢復速度和正常吃碳水的人群沒有顯著差異，甚至有研究顯示呢，因為低碳水飲食能夠更好的控制血糖，降低身體的慢性炎症水平，對於部分人群來說反而更利於身體修復。
當然了，還是要強調，不建議大家在沒有專業指導的情況下去盲目的自行操作低碳水飲食。我們日常飲食就還是好好吃飯，均衡營養，控制添加糖啊，非常重要。均衡營養它就一定能夠給你的細胞提供充足的能量養料。這裡只是要破除大家一種非黑即白的飲食焦慮，不管是說碳水是敵人的，還是說不吃碳水就一定會累會傷身體，這兩種絕对化的說法都是不科學的。好，那麼剛才呢我們說的睡眠、運動和營養都屬於是生理型的充電，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說3種心理型的充電，我覺得這3種也是這本書裡最有意思的部分。首先，這種心理型充電叫親密交往。這個作者說，和能讓你做真實自己的人在一起是一種非常有效的休息方式。注意他的表述啊，能讓你做真實自己的人，不是所有的社交、所有的聚會和所有的朋友吃飯都能達到這個效果，是那種你不需要表演、不需要維持人設、不需要說場面話的人，這種才是能充電的交往，而不是廢電的。但我們想想看，我們平時的社交裡面有多少是廢電的？比如說應酬、維繫關係，在不熟的人面前表現得得體，那這些都是在消耗能量，而不是補充。真正能給你充電的社交，是那種聊完了你覺得輕鬆了、舒展了，而不是更累了的。為什麼這種社交有效呢？從自主神經的角度來解釋，當你處於需要表演、需要應對評價的那種社交環境裡的時候，我們的交感神經是高度激活的，就是你在應激。而當你在和真正親密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放下了防禦不需要管理別人對你的印象，這個副交感神經才能真正的接管，我們的身體才進入恢復模式。這也解釋了一個咱們可能很多人都有過的體驗就是你和老朋友聊了3個小时，明明話說了很多，但是回來卻覺得很舒坦，甚至比去之前更有精神。但是呢，和某些人吃了一頓飯，回來卻感覺非常累，明明好像也沒做什麼。那這2件事的本質區別不在於社交活動本身，而在於你的神經系統在這段時間裡是緊繃的還是放鬆的。那這種能讓我們放鬆充電的人呢，可能是你的老朋友，可能是家人，可能是伴侶。那關鍵不在於這個關係的類型，而在於在這段關係裡，你是不是可以放鬆下來做你自己。這裡還有一個有意思的點就是寵物也算，就是和寵物待在一起會有一種特別的輕鬆感，它不評價你，不要求你，也不需要你表演任何東西你可以蓬頭垢面，可以什麼都不說，可以發呆，它都無所謂。這是有研究支持的，就是寵物療法在醫學上已經有了相當多的證據，它對於焦慮、抑鬱、疲勞都有幫助。所以呢，如果你養了寵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呢，可以就是抱着它發一會兒呆，這不是在浪費時間，這是在激活副交感神經，這是在休息。所以你看，應對疲勞這件事兒呢，就是如果你發現自己油門踩多了，你就要踩一踩剎車；如果你發現自己總是在剎車上啟動不起來，你就要想辦法讓自己踩一踩油門。所以這些方法都是可以靈活來切換使用的。再來說第5種充電方式，娛樂要再次強調一個區別主動娛樂和被動刷屏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兒。主動娛樂是你真正喜歡的，你主動選擇去做的事情，比如說聽音樂、唱歌、看一部你很期待的電影，或者是約朋友去打球，甚至是打一場你非常沉浸其中的遊戲，這些都叫娛樂。而被動的刷屏呢，是你拿起手機，然後被算法餵了2個小時的內容，你不知道自己看了什麼，但你就是停不下来，這個不叫娛樂，這個叫信息消費，而且是消极的信息消費。為什麼這個區分很重要？因為主动娛樂需要你的注意力主動參與，這個過程會激活我們大腦的獎勵系統，帶來真實的愉悅感和滿足感。而被動刷屏則是相反的，你的注意力是被動的，內容是碎片化的，沒有完整的情緒體驗，你大腦得到的是刺激而不是滿足。那這裡就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值得想一想，就是我們大腦它需要的是一種完整的體驗，而不是密集的刺激。那你看刷短視頻為什麼讓人上癮？我們之前也說過，就是因為每條視頻都是一個新的刺激嘛，一種不確定性，大腦的獎勵系統被不斷的觸發，不斷的在期待下一個，但是每次觸發的多巴胺都很短暫很淺，沒有積累，沒有那種我做完了一件事的滿足感。這就像你一直在聞一個食物的香味，但是從來沒有真正的吃它一樣，你會越聞越餓，但是又停不下來，
來，甚至呢，我們在刷完手機之後，我們的多巴胺水平会立刻掉到一個低谷，所以刷完手機，我們很多时候會覺得更加空虛，情緒更加低落。但是當你沉浸式的完整的體驗完了一件事情，它是可以刺激內啡肽的，這是一種相比於多巴胺更高級、更持久的愉悅感。我們之前在幸福生產力那一期也講過，所以記住這句話，滿足和刺激是兩件不同的事兒。娛樂這件事情，關鍵不在於你花了多少時間，而在於你做的是不是真的讓你愉悅的事情。那種愉悅是完整的，是你主動投入換來的，不是算法餵給你的。再來說第6種充電方式，創作與想象。這一種可能是7種裡面最被低估的一種。那這一種其實我們在之前講幸福生產力，也就是高效能法則那本書的時候也講過，像繪畫、寫詩、作曲、寫小說、做手工、木工啊等等，任何創造性的活動都是非常有效的休息方式。那你可能會覺得，這些活動不也是在用腦嗎？怎麼是休息呢？這裡有一個關鍵，就是當你全身心投入一件創造性的事情的時候，你会進入心流的狀態。那在心流的狀態裡，你會忘了時間，忘了煩惱，注意力完全被當下這件事佔據，其他什麼都不存在了。這個狀態對我們的大腦來說是一種非常深度的放鬆，不是停下來的那種放鬆，而是所有焦慮和雜念都被清空之後的那種放鬆。所以說，我們之所以緩解疲勞的時候可以進行創造性活動，就是為了讓自己快速的進入這種心流狀態。所以本質上是心流狀態能讓我們放鬆。那為什麼創造性活動特別容易进入心流呢？因為創造是有反饋的。比如說你畫了一筆看到了效果，你寫了一句話讀出來有感覺，你再搭一個積木啊，2塊木頭嚴絲合縫的合上了，這些及時的具體的反饋會把你的注意力牢牢鎖在當下，焦慮和雜念就插不進來了。你看，这和被動刷屏有本質的區別。刷屏的反饋是外部給你的，是平台算法根據你的行為模式推送的，而創作的反饋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是你自己的注意力和能力與世界互動的結果。一個是讓你被動跟隨，一個是讓你主動掌控，而這種掌控感本身就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壓力解除劑。我記得之前 Taylor Swift 他就說過，他自己在平時就會喜歡用畫畫來放鬆，也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嘛。還有一件事啊，值得一提，就是光是想象也有效果。比如說，如果说你現在沒有條件出去旅行，你可以翻開地圖，看一看某個你想去的地方，想象自己在那裡的場景。這個想象的過程能激活和真實體驗相近的神經回路，帶來類似的放鬆效果。時刻要記得我們在考試腦科學裡說的那句話，我們的大腦是可以哄騙的，而這個利用想象來充電也是類似的一種哄騙大腦，因為大腦在一定程度上分不清真實體驗和生動想象的區別，兩者激活的神經路徑是高度重疊的。可能覺得這有點玄啊，但是這不是玄學，是神經科學的發現。他們發現大腦處理生動想象還有真實感知的時候，其實激活的區域是高度重疊的。這就是為什麼看一部讓你很入戲的電影，也能真實的影響你的情緒。想象一件讓你開心的事兒，真的能讓你心情好一點。所以呢，那些喜歡幻想的人，其實不是在浪費時間，他們在用一種不需要成本的方式給自己充電。好，那前6種講完了，我們講了3種生理型的充電方式，3種心理型的充電方式，最後一種是社會型啊，它只有一種，就是切換環境。這種呢，聽起來最簡單，但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視的。片也說，改變你所在的環境本身就是一種休息。為什麼？因為我們的大腦對於熟悉的環境會產生適應。你每天坐在同一張桌子前，看同樣的屏幕，時間長了，大腦就會進入一種低激活的狀態，就像是屏保模式。這不是休息，是麻木。麻木和休息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嘛，它只是在低速運轉，並沒有在修復。你換一個環境，哪怕只是換個咖啡館工作，或者是換條路回家，你的大腦就要重新處理新的視覺、聽覺、空間信息。那這個過程會讓我們的大腦重新活躍起來，因為它用的是不同的回路，不是你平時工作用的那些，所以它不是增加負擔，而是在切換和激活。這裡有一個值得關注的點，就是
它新鮮感本身就是一種能量来源。你有没有注意到，比如說去一個新的城市旅行啊，只要你不是那種特種兵式的旅行啊，你往往回來之後都会感覺精力更充沛了。但是平時通勤，你走的路比旅行的时候少多了，但是卻感覺很累呢。那原因之一就在於新的環境給我們的大腦提供了大量新鮮的信息輸入，大腦在處理這些信息的時候會分泌多巴胺啊，這是好的多巴胺呢，跟被動刷手機的時候刺激的一閃而過的多巴胺是不一樣的。探索和發現帶來的這個多巴胺是可以累積的，這些多巴胺不只是讓你感覺好，它也在刺激大腦的積極運作狀態，讓你更清醒更有活力啊。有一句話形容度假的說得很準啊，就是從自己呆膩的地方到別人呆膩的地方但它背後的邏輯是真的，就是別人呆膩的地方對你來說是新鮮的，你的大腦會對這種新鮮感產生真實的興奮反應。當然啦，旅行對我們來說成本還是很高的嘛，好在想要達到切換環境的效果，也不一定需要旅行那麼大的動作。比如說你用一用我們前面那個想象法，或者是比如說下午工作效率下降了，就起身去楼下的便利店買一杯飲料，在门口站5分鐘再回來，你可能就會發現狀態好了不少。有的时候我的同事发现写稿子写不下去了，就会去楼下溜達一圈，回來之後可能就會感覺有靈感了。還有再比如說換條路回家，或者是在你一個平時不走的街道上面走10分鐘，看看兩邊的店面，也有同樣的效果。甚至如果你在家工作，你把工位從書房換到客廳，或者換到陽台，這個微小的切換對於大腦來說也是一次有效的環境刷新。那如果你有升降桌呢，你也可以試一試，一會兒把桌子升起來辦公，一會兒再把桌子降下去辦一會兒工，這樣做呢也是在刷新環境，而且還能幫你放鬆身體，一舉兩得。那總之呢，我們的大腦喜歡新鮮感，這不是貪玩，這是它的工作方式。好，7種方式我們都說完啦，所以現在已經有很多的充電方式可以供你選擇啦。但是呢，如果你想更進一步，還可以把這7種方式中的幾種組合起來，效果可以翻倍甚至更多。為什麼組合會更好呢？因為這7種方式分屬3個不同的系統嘛，心理、生理和社會，每一種方式呢動用的是不同的身體資源。那當你同時激活多個系統的時候，它們之間就會產生協同效應，它的恢復效率遠不是簡單的疊加，而是相互放大。比如說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啊，你可以和家裡人一起做飯，然後帶着做好的食物去公園野餐。你拆開來看啊，做飯是創作，也就是第6種充電方式；和家人一起呢是親密交往，是第4種充電方式；去公園走路是低強度運動，換了個戶外環境是切換環境，吃的是自己做的食物，這是營養，那就是一次野餐5種充電方式同時疊加，而且這不是刻意為之的，這就是這件事本來的樣子。你看我們平時總是會把休息想象成一種專門的單獨的活動，我要去休息了，所以我要停下來躺着什麼都不幹。但實際上最好的休息往往不是什麼都不幹，而是一件能自然調動多個系統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旅行也讓人充電效果那麼好。你換了環境，散了步，吃了好吃的當地食物，和同行的人有了共同的體驗，還可能拍了照片做了記錄。還是那句話，只要你不把行程安排得太滿，一般來說我們旅行回來之後都會感覺整個人好像更充盈充沛了，這就是因為你同时激活了多個充電系統。好，說完了組合，我們再來說一個概念，就是主動休息。就是大多數人可能都是累了再休息，但是不要等你覺得耗盡了才去休息，因為你的身體和大腦那個時候已經在過載狀態下了，這段時間造成的損耗它就不是休息1-2天就能完全修復的。所以你要趁精力還有的時候就主動切換方式，不要讓自己進入透支。那這裡還想多說一句，就是很多人都知道這個道理，但就是做不到。原因是什麼？是因為停下來很多時候會讓人有罪惡感。你可能剛想停下來去休息，你腦子裡就會有一個聲音說你是在偷懶，然後你就繼續硬撐，就是為了不讓自己感覺有罪惡感。這個罪惡感是我們文化對一種勤勞的執念留下來的。
但是這本書裡就提醒我們說，主動休息可不是在偷懶，它是在保護你後面幾個小時的工作質量。你工作30分鐘，站起來走5分鐘，這5分鐘能讓你後面的半小時效率提升可能30%，所以你是在賺，不是在虧。而且你這個休息也不需要很複雜，即使你就是說你工作一會兒站起來走幾步，喝杯水，看看窗外，這也是在主動切換，不要等到眼睛酸了，腦子轉不动了才停。還有一件事兒，碎片化的休息它也是很有效的。很多人觉得休息就得是完整的一段时间啊，5分鐘可能不夠用啊，我乾脆就不休息了。但其實哪怕你只有3-2分鐘也完全夠用。比如說你就是站起来，對着遠處的窗外看30秒，讓眼睛焦距放鬆，或者是做3次深呼吸啊，吸气4秒，呼气6秒。或者是站起来伸個懶腰，讓脊柱活動一下，或者是閉上眼睛什麼都不想，就放空2分鐘，就這些不需要任何道具，隨時就可以做。那這些微小的切換對於我們自主神經的調節也是有實際效果的。別小看這些碎片，積累起來，1天下來你的整體疲勞積累會比什麼都不做少很多。所以你不需要等到周末才好好休息，休息是隨時可以發生的事情。然後呢，還有一點要補充的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找到你个人的充電時長。每個人對不同休息方式的需求量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可能20分鐘的散步就夠了，有的人可能需要至少1個小時才能真正放鬆下來，有的人和朋友聊1小時就充滿電了，有的人需要獨處做一些創造性的活動才能恢復。這沒有標準答案，需要你自己去探索。那書裡有一個建議，就是我們上面提供了7種充電方式，你做完1種之後，認真的感受一下這種狀態，就是這種休息方式我進行了多長時間，我現在感覺是比之前輕鬆了，還是差不多，還是更累了。這個反饋很重要，它在告訴你這種方式對你有沒有效果，效果有多大。那久了之後呢，你會建立起屬於自己的一套長短結合，各種方式結合的充電菜單，就是知道自己在什麼狀態下需要用什麼方式最有效，大概需要多长時間。這才是這本書真正想讓你做到的事情，不是照單全收這些方式，而是建立起對自己身體和心理狀態的感知能力，知道自己什麼時候需要什麼，然後主動去補充。那這個能力呢，就叫做休息力啦。那和學習力、執行力一樣，休息力是一種真實的可以培養的能力，而且呢，和那些能力一樣，它也需要練啊，不是說你知道這些方法就自動擁有了，而是要在日常裡一點一點積累對自己狀態的感知，慢慢形成習慣。好，那今天這本書呢，我們就講的差不多啦。那如果說你今天只做一件事兒，我建議你在下班之後不要直接躺着刷手機，你在戶外或者家裡邊超慢跑20分鐘或者是10分鐘，就這一件事兒，先試試看。那今天也感謝你的陪伴，下期我們繼續一起不束高閣，繼續一起打開書中的世界吧，拜拜。好學貓。